们这里就用 test。域这里就选择我们托管到 Cloudflare 里面的域名。接下来服务类型，我们选择 HTTP Cloudflare CDN 会自动给我们做 TLS 加密。那这里呢，我们就选择我们的内网非流 NAS 的 IP， 包括我们的访问端口。最后呢，我们就点击完成设置。OK， 我们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先前我们建立的隧道连接，包括这一次给小伙伴演示的我们 test 隧道都是正常已连接，并且呢是一个可用的状态。现在我们可以使用域名远程打开我们的非流 NAS 服务器，并且呢我们是使用了 TLS 加密 HTTPS 访问，并且呢我们是可以实现无公网内网渗透的方式。我们可以远程观看我们局域网里面高清的电影，比如说我们打开做一个测试，我们来检测一下是否能够正常的播放。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播放的流畅度呢是没有问题，并且呢片源也是1920x1080，但是呢它的体积不是太大。那这里呢我们再来去更换一个片源，给小伙伴再进行一个播放的尝试。那这里呢我们再来选一个，比如说我们再来选择一部电影，那我们再来打开，我们选择播放。那明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片源呢清晰度相对还稍微好一些，大概是10个G 左右。那播放呢也是比较流畅，没有问题。那现在呢我们就给小伙伴讲一下我们无公网的情况下如何实现这样的又简单又方便又安全的咱们的远程高效访问方式。对于非流 NAS 远程访问呢，其实在先前我们给小伙伴分享过多次的安全访问方式。比如说我们先前给小伙伴分享过咱们使用公网 DDNS 高效访问，前提呢我们需要有公网 IP， 目前呢也是我们最优速度最快的一种访问方式。这里跟 Cloudflare Tunnel 呢是截然不同的一种访问。这种访问方式呢是无限接近于我们家里宽带带宽上传的速度，也就是我们远程访问 NAS 最高的访问速度。接下来呢我们又使用了 Cloudflare 里面端口转发的功能，我们实现免端口直接访问。比如说我们上期视频给小伙伴做了演示，并且呢我们做了这个 TLS 加密更高效的安全访问。上期视频呢我们给小伙伴去做了这个 CDN 的咱们的转发，所以呢速度呢不会达到我们单纯开启 Cloudflare DDNS 动态域名解析速度来的直接，但是呢我们的安全性呢又提高了一个级别。那今天呢给小伙伴分享的呢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一个功能啊，其实我们还是使用的 Cloudflare Tunnel， 也就是 Zero Trust 这样的一个不需要公网 IP 就可以实现的终极版的内网穿透，并且呢速度安全性呢都是非常高。当然如果我们有公网 IP 呢，我们可以参照先前的咱们的博客，那是最优的访问方式。那同步的视频呢这里也给小伙伴去做了一个整理，感兴趣的小伙伴我们去做一个设置与尝试使用。但由于公网 IP 的稀缺呢，但目前来说啊，不是所有人都有咱们的公网 IP。如果对于现有的咱们的内网渗透使用起来不是太友好，或者速度不是太理想，那我们可以尝试使用一下 Cloudflare Tunnel 这样的一个高效的内网渗透的工具。首先我们彻底免公网 IP 就可以实现远程访问，极致的安全，我们使用了 TLS 加密。我们给小伙伴看一下，那这里呢我们呢有一个小锁，那就是打开了我们 TLS 加密的安全访问。对于安全访问我们可以使用邮箱来验证，那这样呢最大限度的提高了我们的安全性，这也是 FN Connect 就是官方也达不到的这样的安全级别。并且现在 Cloudflare Tunnel 呢升级之后呢使用起来更为的方便，我们简单几步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的内网渗透。首先当然啊我们需要一个域名，我们来解析到我们的 Cloudflare 里面。接下来呢我们就创建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名称，我们可以随意编写。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我们免费的连接计划，并且呢足够我们去使用，没有流量方面的限制，那就是我们最左边。如果需要付款验证呢，这时候我们只需要返回按回车，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我们创立一个隧道，为我们的隧道命名，方便我们去记忆。接下来这里最关键的一步呢，我们选择我们安装连接器的方式。那这里呢我们使用
Docker 的安装方式，前提我们需要在我们的飞流 NAS 上面开通 SSH 登录，并且我们需要切换管理员模式。接下来呢，我们就复制我们的安装代码，我们切入服务器的后台 D 常驻后台，当然我们这里可以重新命名 name 之后，我们再写上，比如说我们这里 Microflare Tunnel， 这是我们的隧道的连接名称。接下来后面其实就是我们默认的 Docker 的安装命令，这里的 token 呢替换成你的 token 就可以了。当然了，我们也可以直接加一个-d，让你的代码直接在后台运行就可以。小板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做一个咱们的设置与更改。博客的截图呢，就是我们贴入代码的全设置。如果有疑问呢，也可以观看博客做一个对比与操作。当这里我们代码跑完之后呢，我们会出现咱们一串的加密字符，那这里呢就表示我们的隧道已经连接成功，并且回到我们的 Cloudflare 里面已经出现已连接的状态。接下来我们选择 HTTP 服务 IP 地址，包括我们的访问端口，选择我们解析的域名。我们虽然使用的 HTTP 的访问方式，但是呢，我们默认的 Cloudflare 呢，我们使用的是 CDN， 所以呢，自带了 TLS 加密，所以安全性小伙伴不需要担心。比如说我们设置那是点 example 点 xyz 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远程使用这个地址来访问。那这里就是我们隧道连接的名称，在我们 Docker 里面体现了出来。我们 Cloudflare 里面也是一个连接的状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是一个隧道打通，我们可以正常远程高效访问我们的飞流 NAS， 并且我们不需要端口，不需要公网 IP， 不需要路由再做额外的咱们的映射。所以呢，Tunnel不是推翻先前的咱们的使用方法。如果有公网 IP 呢，我建议呢，小伙伴还是观看咱们先前的使用。Cloudflare Tunnel 呢，而是在我们没有公网的使用情况下呢，是一个最优的咱们的使用方式。CDN 加速 HTTPS 加密，包括我们免端口访问，安装起来呢也比较方便，并且我们在使用过程中也是比较的便捷，速度呢还是比较的优越。远程播放 1080p 高清视频是没有问题，可以流畅来播放。整个操作非常的简单，但是如果说对整个安装的过程呢还是不是太了解呢，那我们这里给小伙伴重新我们来安装一下咱们的 Cloudflare Tunnel 的全过程，给小伙伴做一个演示。我们就跟着我们的步骤一步一步来操作。首先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域名托管到 Cloudflare 里面去。接下来我们就点左边的侧边栏，我们选择 Zero Trust， 我们点击进入。如果我们第一次使用呢，我们这里我们需要选择创立一个我们的团队名称，我们就随意我们建立一个。我们选择下一步，那到这里呢，我们就选择我们的免费的 Zero Trust Free， 我们足够我们去使用。到这里我们一个付款的方式，其实我们并不需要我们去添加咱们的付款方式去验证。那这里呢，我们给小伙伴去演示一下。我们删除掉我们前面的 ONE 点，去除掉后面的链接，我们直接按回车。接下来我们继续点一下我们的 Zero Trust， 小伙伴可以发现我们这里呢直接跳转到我们设置我们的Tunnel页面，这是非常简单的绕过我们验证付款的方法。当然了，这里我第一次已经安装过，那现在呢给小伙伴重新我们来安装一下我们的 Zero Trust， 就是我们的 Cloudflare Tunnel。我们选择网络，我们点击连接器，这里呢就是我们先前我们博客给小伙伴截图使用的咱们的飞流呢是隧道连接。那现在呢我们再重新创立一个新的咱们的隧道，实现我们的内网穿透。隧道类型呢我们就选择 Cloudflare 的我们第一个选项。为了方便记忆，我们为我们的隧道重新来命一个名称，比如这里我们就写 test 测试。我们点击保存隧道。接下来我们使用的安装环境呢是根据实际应用我们做一个选择，比如说我们这里就使用 Docker 的这种安装方式。我们在飞流 NAS 服务器里面呢复制粘贴这样的一个代码。那首先我们要在我们的飞流 NAS 里面打开我们的 SSH 登录的使用权限，并且呢我们也需要保证我们飞流 NAS 安装了 Docker， 并且 Docker 服务呢是一个启动的状态。我们这里一个容器就是我们先前
安装的咱们的隧道连接。接下来我们打开系统设置，我们到这里我们看一下 SSH 登录，我们现在呢是一个打开我们有效可以访问的状态，端口号呢我们现在默认设置的是22。接下来呢我们就使用 SSH 工具登录上我们的飞牛 NAS。这里还有一个注意事项，我们虽然用我们的管理员登录上我们飞牛 NAS 呢，但这里我们还需要切换我们的超级用户。我们看一下博客，我们需要输入我们速度-i， 我们切换 root 用户，完了之后我们再输入我们 Grofire 路由隧道我们的 Docker 的安装命令，我们输入速度-i 按回车，那这里我们再一次输入我们的管理员的密码，我们继续按回车，那这里呢我们就切换到了我们的 root 超级用户管理员权限。这里呢小伙伴要注意一下，只有我们在 root 用户超级管理员权限呢才能正常的正确的安装。那现在我们就选择符合我们的安装环境，比如说这里我们就复制 Docker 这个安装命令，我们可以使用博客安装命令做一个修改，我们可以留意一下文档的注意事项，我们也可以直接复制到我们的文档里，我们手动来更改一下我们的安装命令。第一个需要修改的呢，我们在 run 后面空格横线加 D， 我们表示隧道连接器长时间运行。接下来2个横杠，我们后面加上 lam， 再加上空格，写上我们自定义的我们的隧道名称，这样呢区别于我们其他隧道我们的自我一个辨别。比如说我们这里就写上我们 my test tunnel， 这就是我们自定义的名称。现在呢我们就复制我们的安装命令，我们打开 SSH 飞牛 NAS 的管理后台，我们直接贴入我们的安装命令，我们直接按回车。那这里很快呢我们就出现了我们的一串加密的代码。那这里呢如果说是第一次安装呢，我们需要等待一个过程，这串代码呢出现了就代表我们的隧道已经连接，那包括我们的 Grofire 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状态已连接。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隧道呢已经安装完成。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点击右下角下一步，到这个页面呢我们需要设置我们访问，比如说我们飞牛 NAS 的域名，那这里呢我们设置一个子域名，比如说我们这里就用 test，域这里就选择我们托管到 Grofire 里面的域名。接下来服务类型我们选择 HTTP Profile CDN 会自动给我们做 TLS 加密。那这里呢我们就选择我们的内网飞牛 NAS 的 IP， 包括我们的访问端口。最后呢我们就点击完成设置。 OK， 我们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先前我们建立的隧道连接，包括这一次给小伙伴演示的我们 test 隧道都是正常已连接，并且呢是一个可用的状态。现在呢我们就给小伙伴去验证一下，我们使用 test 这个隧道，我们使用 Grofire 这样的一个免端口域名登录我们的飞牛 NAS， 小伙伴可以看到我们不但可以登录，并且呢我们是 TLS 加密安全状态的访问。接下来呢我们再登录到我们的飞牛，给小伙伴看一下我们 Docker 这里显示的我们的隧道连接的名称，那就是我们 my test tunnel， 也就是我们给小伙伴演示建立的咱们的隧道连接。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就给小伙伴分享到这里，我是科技老王，我们下期再见。